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你很有能力，明明你心里也知道自己不是没有本事，可是人生偏偏就卡在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。你想做的事情很多，你想证明自己，你也想快一点翻身，快一点成功，快一点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。可是现实却好像一直在叫你等等，再等等，不是现在，还没到时候。你越等越烦，越等越怀疑，甚至开始怀疑这种停住到底是在保护我，还是在耽误我。很多人一遇到停滞，就以为这是运势不好，是自己不够强，是环境在打压自己。但易经里有一卦讲的正好就是这种状态，而且他给出的答案非常有力量。这一卦就是第26卦，山天大畜。什么叫大畜？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字会直觉想到储蓄、累积、囤积，好像只是叫你多存一点东西，多忍一点，多准备一点。但如果你真的把这一卦看深，就会发现它不是在讲消极的等，不是在讲窝囊的忍，也不是在讲被动的拖。大畜讲的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，那就是你有力量，但你不乱用；你有冲动，但你能驾驭；你有野心，但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放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从来不是一有情绪就爆发，一有机会就扑上去，一有不满就翻桌。真正厉害的人，是那种内在很强，可是表面很稳的人。不是没有刀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拔刀；不是没有火，而是知道火要烧在哪里才有价值。山天大畜的卦象，上面是山，下面是天。天本来是刚健上行的，代表一股非常强的动能，像人的企图心，像生命的冲劲，像那种想往上冲，想突破，想证明自己的力量。可是这股天的力量，现在上面压着一座山。山不是把天消灭，而是把它续住、守住、框住。这就是大畜最重要的精神。人生很多时候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力量太散、太急、太冲，最后反而成不了事。你以为自己输是因为不够猛，其实你真正缺的可能不是更猛，而是更猛；不是更快，而是更能续。卦辞说：大畜利贞，不加时吉，利涉大川。这句话其实很有味道。利贞代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乱动，而是守正。因为大畜不是普通的停，而是一种有方向的急续。如果你只是躺平，那不叫大畜；如果你只是害怕，所以不敢做，那也不叫大畜。大畜一定是内心有志、有力、有目标，只是知道自己现在还要先守、先咬、先整合。这个贞就是让你的续不变成压抑，而是变成修炼。接着说不加时吉，意思很妙，不是在家里吃饭才急，而是说你的格局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、小安稳、小利益里。真正的大畜不是把自己关起来过小日子，而是把自己养成一个可以出去承担更大事情的人。很多人现在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他明明有更大的命，却一直把自己困在很小的安全感里。害怕离职，害怕离开错误关系，害怕离开消耗自己的环境，害怕去承担真正属于自己的责任。可易经告诉你，大畜之吉不在于你守着眼前的小桌饭菜，而在于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养成一个可以涉大川的人。利涉大川，就是说当你真的续够了，你不是拿来自我欣赏，你是拿来过大河，拿来扛大事，拿来完成更大的跨越。所以大畜这一卦最核心的主题是什么？我认为它讲的是一句话：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盲目的进攻，而是有纪律的蓄力。这句话对今天这个时代尤其重要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过度鼓吹立即反应、立即成功、立即看见成果的世界。社群媒体告诉你别人20几岁就赚到钱了，短影音告诉你30天就能逆袭，情绪文化告诉你有委屈就要立刻说，有不爽就要立刻翻脸，有机会就要立刻抓住。可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，很多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靠立刻得来的。能力要蓄，
信用要续，资源要续，眼光要续，格局要续。就连感情里真正稳定的安全感，也不是靠一时激情，而是靠长期累积出来的。你今天受不了慢，就很可能永远到不了远。大象传说，天在山中大处，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处其德。这一句更是把大处从外在的序拉到内在的序。天在山中是强大动能被放在稳定结构里。君子怎么学这件事？不是只靠忍耐，而是靠学习，靠观察，靠累积，靠反省。多识前言往行，就是多看前人的话，多理解前人的行为，多学历史，多看案例，多读人性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，没有判断，没有前人的镜子，他很容易把冲动当勇敢，把鲁莽当真诚，把任性当自由。最后你以为你在活出自我，其实你只是被情绪牵着走。大处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德不是表演出来的，而是触咬出来的。你看的东西，你学的东西，你反省的东西，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德。你的德不是拿来给别人称赞的，而是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守得住自己。这一点放到人生里太真实了。比如工作上，你明明知道主管有问题，团队有问题，制度有问题，你很想立刻翻桌，立刻离职，立刻证明你不受这种鸟气。可是大处会问你一个更深的问题，你现在是真的准备好了，还是只是不爽？因为这两件事差很多。准备好的人离开，是带着能力、资源、人脉、方向、备案离开；不爽的人离开，只是带着情绪裸奔。你不是不能走，你是不能在自己最失控的时候做最重要的决定。这就叫处。先把自己稳住，先把本事补起来，先把下一步想清楚，先让自己变成不是非这里不可的人。到那时候，你的离开不是溃逃，而是跨越。感情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谈恋爱最缺的不是爱，而是处。今天很喜欢就整个人扑上去，明天受伤了就整个人翻掉。你以为这叫真性情，其实这往往只是还没修好的情绪系统。大处在感情里讲的是，不要把你全部的渴望、焦虑、控制、期待一次都丢给对方，因为那不是爱，那是情绪洪水。真正成熟的人是有感情但不失控，有需求但不勒索，有不安但懂得先消化自己。你得先处你的心，关系才不会被你的急躁弄坏。再来看六爻，大处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他把蓄力这件事拆成6个层次，让你看到人生在不同阶段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力量。初九说有利利己，一开始就很直接，告诉你现在有危险，最好先停。为什么？因为初九在最下面，阳刚官起，力量才刚冒头，这时候的人往往最容易冲。就像你刚学会一点本事，刚有一点成绩，刚看懂一点局势，就觉得自己可以了，想立刻大展身手。可是这个时候最危险，因为你的力量是真的有了，但还不够成熟。你会想证明自己，会想赢，会想快，可一快就容易出事。所以初九告诉你，这时候最好的策略不是冲，而是以停止。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你现在如果太早出手，很可能把好局打坏。人生中有很多时刻都属于初九，比如你刚赚到一点钱就急着扩张，刚认识一个不错的人就急着绑定关系，刚掌握一个商机就急着全力投入，刚受了一点委屈就急着摊牌，这些都很像初九。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先停一下，先不要让一时的热把整个局烧掉。你要先问自己，我现在的冲是来自真正成熟的判断，还是来自内在的不安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你越冲代价越大。92说鱼说浮，这句话有点难懂，但意思是车子的辐条脱落，车先不能走了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不急，可是它其实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有些停不是失败，而是保护。
车子现在不能跑，是为了不要在不该跑的时候硬跑，最后整台翻掉。人生很常出现这种状况，你原本想推进的事突然卡住了，你想合作的人突然没消息了，你想走的路突然被延迟了。你以为是命运跟你作对，但也许这不是阻碍，而是保护。大处提醒我们，有些时候卡住本身就是讯号，不是每一个不顺都代表你应该更用力冲，有些不顺是叫你回来修整内部结构，这一爻对现代人尤其重要。很多人一不顺就更焦虑、更硬推、更想靠蛮力突破，可有时候真正该做的不是更快，而是检查你的车轮是不是已经松了，你的方法对不对，你的团队稳不稳，你的身体撑不撑得住，你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出现裂痕。如果内在结构都在松动，你还硬要往前冲，那不是勇敢，那是自毁。所以92的建议是停下来修车，不要把暂停当羞辱，把修整当浪费。很多人的逆转不是靠不停前进，而是靠及时停损。93说，良马逐，利坚贞，曰咸于未，利有攸往。到了这里，力量开始成熟了。良马逐代表马是好马，可以追逐，可以行动了。但注意，它不是立刻说大吉，而是说利坚贞，就是说，就算你已经有能力了，也不能轻敌，还是要在艰难中守正。接着又说，要先练好车马防卫，再出发。这一句几乎把大处的精神讲到最实际。当你能力开始成型，时机开始浮现的时候，不代表你就可以浪，你还是得做足准备，该训练的训练，该防守的防守，该规划的规划。真正的高手不是看见机会就直接冲，而是在冲之前已经把看不见的风险处理掉了。这对创业、转职、投资、结婚都一样，不是你准备的差不多就够了，而是你要问自己，最坏的情况来了，我扛得住吗？我有备案吗？我有纪律吗？我有承受长期消耗的能力吗？大处不是把你变成胆小鬼，而是把你变成有后劲的人。因为真正的人生不是冲一次，而是走很远。64说，童牛之故，原吉。小牛还没长大，就先给它套上横木，让它学会受约束，这叫大吉。这一爻非常厉害，因为它在讲一个很多人最讨厌但又最重要的东西，越早建立边界，越少未来灾难。很多问题不是等出事再补救，而是要在还小的时候就先管。脾气要早点修，坏习惯要早点改，消耗你的关系模式要早点看见，拖延成性要早点处理，金钱观混乱要早点校正。你不能等牛角都长大了才说怎么这么难管。很多人的人生之所以失控，不是因为他天生不好，而是因为小问题从来没被及时约束，最后长成大灾难。这一爻拿来教育孩子很准，拿来教育自己更准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嘛就干嘛，而是你有能力不被自己的惯性拖走。你若没有纪律，就一定会被欲望牵着跑。你若不早点设界限，事情一定会往最失控的方向长。所以64给我们的建议是，不要排斥约束。好的规则不是压迫你，而是在保护未来的你。65说，艮始之牙，吉。艮始是烂过的猪，牙还在，但攻击性减弱了，所以是吉。这一爻讲得很深，他说的不是消灭力量，而是驯化力量。你身上的锋芒不一定要拔掉，你的野心不一定要抹去，你的能力不一定要藏起来，但你要让它受控制。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有力量，而是一个人有力量又没有节制。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伤人，也伤己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有牙却懂得分寸，有本事却不乱咬人，那这种力量就会变成真正可靠的力量。你看现代社会里，那些真正能做大事的人，往往不是情绪最大的人，而是情绪最稳的人；不是嘴最狠的人，而是心最定的人；不是一天到晚证明自己厉害的人，
而是别人自然知道他厉害的人。这就是65的境界。你不是把自己变弱，而是把力量放进秩序里。这种人最终才会被信任，才有资格坐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。上九说，合天之渠，亨，到了最上面，整个大处终于打开了。合天之渠就是通往天的大道打开了。一路走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大处从来不是叫你一直忍到死，而是告诉你，当你真的蓄够了、修够了、稳够了，你自然会迎来通达。不是硬矿，而是大道自开。很多人最痛苦的地方是把等待看成毫无意义，所以一边等一边怨，一边熬一边乱。可大处的最后告诉你，如果你前面的序都做对了，最后那条路会开得比你想象中更大。真正的亨通不是撞出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整个山天大处，它其实在讲一条非常完整的人生成长路线。先是刚有力量时要先停，避免躁进；接着遇到卡关时要懂得修整，而不是硬推；再来能力逐渐成熟，要在困难中守正，做好准备再出发；接着要及早建立规则和边界，管住那些未来可能失控的因素，然后把锋芒驯化，把力量收进秩序，最后才是真正的通达。这一路看下来，你就会明白，大处根本不是一卦保守卦，而是一卦高级成长卦。它教的不是退缩，而是如何把自己养成一个能成大事的人。那么当我们在人生中遇到大处的时候，具体该怎么做？第一，不要因为暂时不能动就否定自己，有些停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你还在续。第二，先整内部，再求外部。方法没修好，结构没补好，情绪没稳住之前，别急着要结果。第三，把时间拿去养德，而不是养焦虑。多学、多看、多思考、多观察前人的成败，让自己变得有判断。第四，建立纪律。作息、金钱、情绪、说话、关系边界，这些都不是小事，他们最后会决定你承不承得住更大的命。第五，不要怕自己的力量大，怕的是你驾驭不了它。你可以有野心，但不要让野心吞掉你。你可以有情绪，但不要让情绪替你做决定。很多人之所以过不好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他永远在还没蓄够的时候就抢着出手，等到摔痛了又开始怀疑自己，然后下一次继续重复。这就是没有学会大处。大处要你做的不是压抑你的天，而是让山来成全天。不是把自己变小，而是让自己变稳。因为真正大的力量从来不是炸一下，而是撑得久；不是瞬间耀眼，而是长期可靠。如果你最近的人生正好卡住了，事情推不动，关系没有进展，工作也不上不下，甚至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命运卡死了，那我想告诉你，也许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焦躁的往前冲，而是学会山天大处。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，先让自己变得更值得被证明。先不要急着改变世界，先把自己的心、自己的德、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秩序慢慢蓄起来。你现在忍下来的那一口气，不一定是委屈，也可能是未来真正翻盘的底气。你现在多学的一点，多稳的一点，多修的一点，未来都不会白费。所以山天大处这一卦，最后真正要告诉我们的，不是人生要慢，而是人生要厚。你不一定要今天就赢，但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种一旦时机来了，就不只是小赢，而是可以过大川、走大道的人。真正的强者，从来都不是靠一时的冲劲撑起命运，而是靠长期的蓄养，让命运终于为他开路。如果今天这一卦说中了你现在的处境，也许你正处在一个该停、该修、该养、该蓄的阶段。别急着讨厌这段时间，因为你未来能走多远，常常不是看你冲得多快，而是看你蓄得多深。你也可以想想看，你人生现在最需要蓄的是什么？是脾气，是能力，是金钱，是眼光，是关系里的分寸，还是面对命运时那份不急不躁的定力？
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分享出来，也说说看你目前正卡在哪一种大处的课题里，也许你的故事正好能提醒另一个正在硬撑的人。